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朋友们，请开门。有请大家，有请各位，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李先生39岁，来自吉林工程；张女士36岁，来自吉林美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想复婚，我们俩之间因为一些矛盾分开了，但孩子还小，我还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当初我为什么和他离婚？他心里没点数吗？他心里都没有这个家，还复婚干什么？我知道我之前做一些事儿让他不满意，但他身上也不是一点问题没有啊。我希望为了孩子，我们都能各退一步。这是女方求复合哈。是这样的，老师，我俩是2012年通过父母介绍我俩相识的。2013年我俩进入的婚姻。我俩婚后呢有一个女儿，今年是11岁。然后呢，在24年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我俩就是离婚了。我就是说的，想通过这个节目组，想和孩子他爸爸复婚，然后给我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当初结婚的时候，你是这样的态度吗？你不管什么时间，说走就走，不管你是朋友闺蜜给你打电话，半夜你都走，你管过孩子吗？你那个时候你想过孩子吗？这个事儿是我有过，这个时候就是有一次有几个女朋友啊，她约我打麻将，晚上就是10点多走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得有1点多了。但是孩子我也没扔啊，就是孩子家里有人陪呀，是我妈妈就是她的姥姥在那块陪孩子了。哪次你朋友给你打电话不是3缺1？他说是就1次，您说是好多次是吧？因为我听过孩子过后跟我说过，我妈妈昨天晚上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喝得醉醺醺回来。你有考虑过孩子吗？你想过这个家吗？那谁还没有点私人空间？谁还没有一个朋友圈呢？是有一次我那个一个小姨啊，她过生日，然后呢她约我出去吃的饭，吃完饭了之后，我小姨说的那个唱会歌吧，我也没有拒绝。是我去了，回来那天的确是喝了多一些，老师。但是呢，就是说的可能孩子也跟他说了，说的那个妈妈昨天晚上喝酒了，然后他听着他就不舒服了。当时对我那种态度，我就甚是接受不了。他是经常这样吗？有过几次我也接受不了啊。那时候孩子几岁？孩子上小学，也就是6、7岁左右吧。你呢，先生？说了半天什么孩子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妈妈不在，那你先生呢？我经常在外地工作，但是呢，有的时候孩子会跟我联系，孩子跟我说这妈妈可能昨晚不在家，经常不在家，你心里就不舒服。所以说我心里边听特别难受。明白了。他是啥呢？老师就拿1次2次就当成100次来看待我。他有一次他说跟他朋友出去玩去了，但是走了3天，我这3天给他打电话发信息，他一个电话一个信息没有回我。当时你给我解释了吗？是有一次我的一个女朋友和她老公吵架了，她当时约的就是也挺急的，知道吧？她的情绪也挺不稳定的，说的那个你来陪我2天，然后咱俩出去玩2天行吗？我也没拒绝，我就去了。是的确是她给我发短信呢，我也没给她回，电话呢我也没给她回。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和你说没说，我一直都陪我这个女朋友去了。我说我一直在就是安慰她了。然后我回来跟她结儿之后呢，你后是啥的态度？你不就怀疑我和别的男人出去了吗？如果是你的女朋友，你为什么连个电话不回我？这确实有点奇怪。你回个电话什么的，说一声我干嘛干嘛了。这因为是咋的呢？就是说的平时他对我的照顾也很少。当时我也就是在较这个劲儿，为什么随时随地你问我干什么，我就要和你汇报呢？如果是正常的朋友，你连个信息都不回我吗？就是和我女朋友出去的呀，我就感觉你这个男人啥呢就是贼心烂肠子，你心里就是不健康。你这个3天走完回来之后，我看你手机，你为什么不让我看？你为什么要看我手机呀？那本身老师我是做美业的，就是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一个女顾客约我
就是说第二天就是第一份给他做一个脸，然后我就跟我这个女顾客就预约了一下，然后我俩又聊了一会儿，他就要过来去看我这个手机。那我为什么要给你看手机呀？当时你对我是啥样的态度？把我手机抢来了，叭就给我撇了。你总说是你的女顾客，你的女顾客为什么我看看你手机都不行？就我这个人是啥人呢？我就是非常倔强那种。就是可能你和我态度好一点，就是你想要看我这手机，我可能情愿给你送过去。你过来就要抢我这手机，就看我这个手机，就是这种态度，老师我就接受不了。我作为女性，我要觉得我的伴侣这么指着鼻子说你给我看一下，我也不给他看，轮不着你摔手机，我先把手机摔了，我让你看，让你不相信我。毁灭证据。你看你们这些人什么脏心眼儿？比荣老师说的对的，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因为你首先你强烈的怀疑我。而且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心里接受不了。老师，你听我说，我不是怀疑他，那有一次我刚在饭店出来吃饭，碰见他跟一个男人吃的有说有笑的，眉来眼去的。当时我上跟你身边，我问你这个男人是谁，你给我解释了吗？我怎么和你解释啊？就你这种脾气，当时你给我解释的机会吗？冲到我面前是有一次啥呢？老师，我和我一个男同学，就是说我小学的一个同学，你知道吗？他工作是在南方，10年左右没有回到我们北方了。但是我们那个同学群里，然后说他回来了。你看小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玩的也都挺好的。那他回来了，我请他吃个饭，即使是我预约的人家吃的饭，你知道吗？人回来挺忙的，还挺给我面子的。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吃了个饭。那吃完饭，我送他去车上的时候，正好他也在那个饭店吃饭，然后我俩就碰到了。你不能告诉他一声吗？因为他总在外地，知道吧？他不是说的就是回来了就搁家陪孩子呀，陪我呀，他不是这样的。他也有他的一些应酬，他去他的生活圈子，我从来没问。我问过你吗？今天你上哪儿了？你跟谁吃饭去了？你跟谁打台球了？为什么不问？我感觉每个人都有私人空间，你为什么要去问呢？我问一下啊。就是你们俩听起来其实关系没有那么紧密，就俩人在干嘛其实也不怎么通气儿，彼此也不说啊。那经济上你们的家里边是透明公开的吗？之前是我赚的钱我会交给他那儿，但是后来我就选择不放在他那儿了。为什么？我就觉得放在他那多少钱，我不知道这个钱的去向到底花在哪儿了。他赚的钱你知道吗？他会捏得死死的。我喜欢这个包了，我想买这个化妆品了，他都不允，就是不允许。不让你买，你就说有一次我相中一个包，是那个包就是说花了2万多块钱，然后我买完这个包，你让他说老师你对我是啥样的态度？你对我2万多块钱的包，对，先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一个月大概也就1万多块钱。这位妻子呢，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一个月能就是兼职吧，几千块钱，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不想亏待我自己，我喜欢的东西我想要。就是我也是几年买一次，我也不是说每年都买，天天都买呀，对吧？你就是总跟你的同学、跟你的闺蜜来攀比，你有考虑过我吗？花钱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当成你的取款机了？哎，他不会给你打电话，比如说关心你一下在外边。平时没有关心过我。听起来你俩好像都彼此不太关心对方。但是我工作忙。哎，什么原因让你们俩决定离婚的呀？就是离婚那个契机是什么？我就总感觉他跟那个一些异性朋友接触的太亲密，对家庭对孩子没有责任心，而且呢也没考虑过我，没惦记过我，说我老公在外面有多难多不容易工作，从来没有关心过。先生，您提出的离婚？刚开始是我提出的离婚。你就同意了？当时同意了。哎，为啥呀？因为我就感觉就是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说的事儿太多了，就是说发生这些事儿太多了。因为孩子弄着慢慢的就是说已经就是大一些了吧，他也就是说的有些时候我也能脱一点身了，我感觉我也能自由一点了，因为我感觉我和他在一起就是我也累。那离婚以后孩子的监护权归谁了？离婚的时候是我要了1套房子1个车，然后孩子我管，他每个月拿3000块钱的抚养费，然后呢我冲他要了20万。因为他有多少钱，老师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钱我不能给他。你让我拿钱的目的你是干什么啊？在外边胡吃海喝，花天酒地，交那些那个狐朋狗友，挥霍。那你20万给了吗？没有，我不可能给他。哎，你这前夫你这么多不满意的地方，你为啥还要找他复婚呢？我就没听懂。因为我姑娘大了，现在她11岁了，我怕我姑娘以后叛逆呀，就是我还是想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孩子现在有的时候他回来和我聊天，他会问我说是妈妈谁家的叔叔阿姨离婚了，我那个同学谁家的爸爸妈妈，
然后那个妈妈结婚了，爸爸也结婚了，孩子没有人要了。你怕你前夫再婚是吗？对对。我就觉得他这次找我复婚，就是拿着孩子做挡箭牌，还是变相管我要钱啊？哎，你这人对你前妻啊，我觉得从感情上极不信任，从经济上也极不信任，这怎么10几年夫妻会是这么一种情况？我这样的，因为我给他多少钱，他没有为我们这个家付出过，没有为我的父母，哪怕给我父母买一件衣服啊，买一双鞋，他都没有做到。我为什么要拿钱去给你父母花呀？我供我姑娘，我就是都已经挺紧的了。再说你妈和你爸自己不都买衣服啊？那你们就是和婆婆这一家关系怎么样啊？我不在家的时候，经常会跟我妈吵架。他们住在一起，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住在一起吗？以前是住在一起。有一次我在他家，我们都是农村的嘛，我给他家干活，他在家就能跟我妈吵架，这都动手。你爹你妈说啥就是啥。其实老师，我不是动手，你听我说啊，我和我姑娘我俩整完了吃完了，我就带我姑娘我就睡觉了，然后他妈就是气冲冲把这门一下就散开了。散开了，进屋就冲我来了。那中午连顿饭都没做吗？那干活这么累的，你都不知道整点饭。我也挺着急的，因为我怕他给孩子吵醒了嘛，我就起来了，我就给他妈推出去了。开门，我说你别搁屋里边吵吵，我说你就上外边说了呗。我就是给他从屋里给他妈就是推出来了，你知道吧？我说咱俩搁外边说，你别搁屋里边吵。那你想没想，我是你家保姆啊？我啥都得我给你做呀。那回来了就整个锅一打，有个3、2分钟，是不是一热就吃了？那还得需要就这一点小事都得我去做吗？然后他妈就跟他说，你没在家，他都和我动手了。我就说婆婆，咱俩出来说了。就是他妈啊，我生完孩子10天的时候，他妈妈就不送我月子了，就是我身体不好，我那个照顾不了你，就是他妈妈就是对我就是这种态度。你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我妈给孩子洗衣服，你不嫌洗不干净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他爸我公公啊，就给孩子洗这个戒指，都能给孩子洗得非常干净。但是你妈是吗？好好给洗吗？哎，就你这个状态，我妈伺候你，我妈一点好都没有吗？哎，你们离婚这事儿，双方父母知道吗？知道，他父母还支持他离婚呢。有一次我回来晚一点，他抱着孩子就回家了，他父母回到我家里，跟我爸我妈来吵架。问我俩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老师，我家就我一个女儿，那你说的谁的父母不想让孩子好啊？谁都怕孩子受屈啊，对不对？就像我今天就是说的，我想找他复婚，我也是就是说的，想让我姑娘以后长大了，她不叛逆。当初你咋不就不为了孩子别离婚呢？那个时候我感觉可能就是一种解脱，像他说我的父母似的，就是说的，所以后悔了现在。你实话实说，是不是后悔了？不要把一切都推到孩子身上。不是，我的经济就是咋的呢？就是现在养孩子，我的经济条件现在给不了孩子更好的生活。那你跟他多点抚养费商量这个呗，一定要复婚吗？我不是不支持你们复婚，我很希望还是一个家庭完整的在一起。但你从头到现在都在指责他这不好那不好，脾气不好，这不对那不对，公公婆婆不对，我没听出来你对这个人有什么期待的哈。我俩都需要改呀，得让孩子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去生活啊，对不对？不能孩子在我俩面前，我俩天天还吵啊还闹啊，就是给孩子留下啥阴影。你不用处处拿孩子当理由和借口，你就坦诚的说一句真心话，你心中有没有这个男人？一部分也有。先生能够感受到吗？我感受不到。所以你是犹豫啊，还是说是就不同意？老师，我非常犹豫，因为他对我的家人啊，包括他现在的态度，我需要考虑。就是你也是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是这个女人你是犹豫的是吗？对，因为我也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必定看别的小朋友呢，人家都有爸爸妈妈牵着走，但这个时候我心里边也特别不舒服。你所谓的对孩子说希望爸爸妈妈牵着孩子手，那只是一个瞬间，但是大部分时间你是对孩子不太关心的，是吧，女士？就是对孩子学习怎么样，期中考试他考了多少分，你知道吗？我不清楚，不太清楚。你也没有付出什么，所以这样一段过去一点也不愉快的婚姻，既然解体了，那现在还有没有复婚的意义啊？我们听听大家是怎么看吧。先问一下这对，你们小年轻啊，你们怎么看呀？我非常理解这位姐姐现在的这种感受，因为毕竟2个人有孩子了，我觉得她是非常心疼自己的女儿的。
但是这位大哥呢，我不确定他就算是如果他有复婚的想法，他复婚了之后，他会不会还是对这个家这样啊？我觉得他如果再这样的话，那复婚的意义又何在呢？哎，这问回你，复婚以后还是这个样子，一年回不了几次家，钱给了你，其他都不闻不问，你愿意是吗？我不愿意。好，小伙子，这个姐姐像这个大哥说的一样，有点太爱玩了吧？我比较理解大哥的心情，所以我觉得不复婚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吧。年轻人的想法哈，我们再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妻子在这一段婚姻当中有一些做的真的不好，就像你刚才说的，做妈妈的就可以到外面去打麻将，可以去喝酒，你还像个妈妈。你和男同学吃饭，完全可以和自己的丈夫说一下，这一切的矛盾也就都化解了。对公公婆婆说我为什么凭什么要给你们买衣服，这是一个媳妇该说的话嘛。但是做丈夫的夫妻一场，你了解他的脾气吗？您看就在这个现场，我们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一个嘴犟嘴硬的女人，但是她的心还是热的，她嘴上支支吾吾的说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但是她的眼睛出卖了，她心中是有这个丈夫。这一年当中，我认为她一定也在反思。如果说就像你说的，这个女人过去心里没有这个家，但是她现在通过想复婚告诉你我想回这个家，你一直说她对这个家不负责任，为什么离婚的时候她会要女儿呢？妻子刚才有句话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说话，你对她有起码的信任，她也并不像你说的对你什么事都是拒绝的。我还是坚信在你们这段婚姻当中，她不来问你的去处你的状况，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选择信任。我们说信任修复是很难，但并不代表着不能修复。他今天选择想复婚，我想他从内心也评估过自己，所以他口口声声说我们双方都做出改变。一个嘴犟的女人把这个话都说了，所以我坚信他想复婚是真切的，也是坦诚的，他也是盼望的。我不能说你们说马上就复婚，我建议重新来一场恋爱，如果发现有所修复有所改变，两个人依然心中还有对方，不妨选择复婚。我觉得刚才男生一直都在讲说我家是农村的，那我觉得你应该对面朝黄土背朝天四季耕种这样的事情不陌生，对吧？那你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你要经过耕耘，你要经过看天吃饭的这样一个又一个去补救的过程，最后才能等到收获。你们两个人都想在婚姻当中得到的东西太多了，因为你们刚才都说了一半的话。先生说我也很希望可以和他一起牵着孩子的手，这个话是不全的。我也很希望可以和他一起幸福的牵着孩子的手，一家人很美好的在一起，这才是那个完美的画面。女生说我希望给我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不是完整，是一个完整且有爱的家，这才是你正确的表达。坦率的说我觉得我们再看一下妻子的这个表达，比起孩子，他比孩子更需要你。因为你看人家你常年不在家，别人一说3缺1你来吧，别人说我现在跟我老公打仗了，你过来陪我2天吧，你看背后传达的那个信息都是什么？他被需要了。但是如果是你呢？如果是你需要他呢？在你和朋友之间他会做什么选择？你真正需要过他多少？所以不用说不信任，不信任是因为你没那么爱。男生，你刚才有一句话说的，其实我听了，同样作为女人我听了不是特别舒服。有一个愁叫月子愁，你知道吗？
女人在生理、心理经历最脆弱的时光当中，身份产生巨大改变的时候，婆婆没有在身边好好的照顾她，你还说你凭什么？那是我妈，你就不能对她好一点吗？你妈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也没有对她那么好，所以不要生硬的把他们绑在一起，把那个责任和义务那么清晰的绑在一起。你不要在这一刻双重标准，你对妻子没有那么呵护到位，你就是觉得我们分隔两地，你就安守本分就可以了。不是，她比谁都更需要你，不要拿孩子做理由。因为对于孩子而言，他要的是爱他的爸爸和妈妈，而不是一个看起来一家三口齐全的家。我不支持你们复婚，复什么婚呀？复了和原来有什么区别吗？我其实从头到尾听着挺生气的。这个女生叫外强中干，就会嘴上叭叭，什么都做不了主。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她干嘛？是不想知道吗？是知道不了，是一知道就会有矛盾，所以只能说，那你愿意在外边怎么应酬？你回不回家？你干嘛去了？我也不问了，省得咱俩吵架。对的，你还好意思说他不关心我？你说你女儿在家晚上10点了，她出去打麻将了，你晚上10点的时候在干什么？你在外边不照样你该休闲、该娱乐、该干嘛干嘛？她偶尔出去透透气儿，人家妈还在家帮你看孩子，怎么了呢？所以我就不明白。这个女士，你要她复婚干嘛？她回来还这样，她爱你吗？每一个女人，一个渴望家的、渴望爱的女人，都不会对自己老公不闻不问。她对你的不闻不问，是你对这个家冷漠造成的。不跟你要钱，跟你要啥？要爱啊！你给得了吗？你连钱都不舍得给，连钱都藏着掖着，生怕他多花一点儿。当然，和男同学吃饭，我觉得也不妥啊。女士，这个说实打，这俩人你知道哈，就俩人吃饭，这确实也不太可以再叫1、2个人。除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不太妥，其他没毛病。所以，女士不要再提复婚的事儿，你去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把女儿陪好，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爱孩子的时候爱孩子。母亲也好，父亲也好，不能是所有的心里都是孩子，你要有一部分给自己，你爱自己。孩子才更幸福，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明白吗？给孩子是高质量的陪伴，而不是天天我就黄脸婆守着他，孩子也不幸福。打消复婚的念头，好好做自己，好好爱自己，好好爱孩子，好吧？先生，你随便，但你别忘了，你虽然现在不是丈夫，但你是父亲，该关心孩子的要关心，要不然这个孩子将来不认你。你知道他为什么给你打电话说，哎，我妈今天晚上没回来吗？你当他是爱你呀？他是希望你跟他妈妈说一声，他离不开妈妈，他天天都想见到妈妈。如果你不对孩子付出爱，你就复了婚也没意义。所以这婚现在不复也罢，咱们走走看，水到渠成。我当然希望你们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前提是这个完整的家得是幸福的。如果不幸，不复也罢。你们前面有提到和同学吃饭的这个事件，这个其实也种下了很大的怀疑的种子。其实这个事件完全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吃饭，对，你看10多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吃饭在所难免，那是不是可以提前问一嘴啊？今晚跟同学吃饭，是个男的，你要不放心你也过来，哪怕你是很不耐烦的口吻都可以啊，你要不放心你过来，反正我就跟男的去吃饭了，你这样调侃他都可以。他如果哪怕没时间，他比如说可能跟你说，今天晚上我也有局了啊，我要在哪儿吃饭，然后你一看你们吃饭还在一个地方。你完全可以告诉他，我们也在那儿吃。那这个时候男方就完全可以啊，那晚上看我抽空过去，再陪2杯。其实这就是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总要有人先做出一步。如果这件事情是按我说的这样发展的，你们今天不会有这个结果。还有第2个事件，关于晚上看手机这件事情，我非常能理解你，因为他的不耐烦，因为他的指责，因为他的怀疑、不信任。让你觉得凭什么你要看我手机就看我手机？我聊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爱跟谁聊跟谁聊。但如果我们想让2个人的关系往更好的方向去走，是不是我们可以哪怕不说心平气和，我们就强势一点，我强硬的跟你讲道理，我说老公，我知道你这样问我，你这样说我你不完全是出于怀疑，我也知道有关心和担忧的成分，但你这样说就是让我很不舒服，所以我现在不想给你看手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做任何越轨的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一句，也可以打消一些疑虑，2个人的关系可能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问题的核心就是在于不沟通，导致事情发展到了今天。这只是我举的2个例子啊，
你们的故事当中应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例子。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在每一个事件上都可以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也就是你们双方说的那个改变。所以如果你们接下来想往一块走，都去想好一个问题，在下次遇到类似的事件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如果有，或者至少有人先愿意迈出这一步，那可以复婚。如果都不愿意迈出这一步，都希望对方先低头，那就算了。我的建议跟杨老师差不多，别着急谈复不复婚，咱们先做爱人，再做家人。你们还能做爱人吗？爱人不是一个称呼，而是个动作。怎么去爱这个人？女生的状态我很理解，她在用消费在填补空虚，她在用异性的关注来去补自己的自尊，暴露了什么？被你忽视的绝望。为什么我出去3天，我可以不告诉你，不接你的电话？为什么手机就是不让你看？因为他已经对你不抱希望了。你为什么造成了如此的现象？就是你觉得自己是养家的，然后我就可以往家里甩钱。你觉得情感是可以用钱来买的吗？责任是能用钱来换的吗？你那手你还知道拉孩子的手呢，只知道数钱啊。所以先生，你今天为什么站在这里？你和他之间还有爱吗？还有激情吗？还真有关注吗？还只是怕自己受到什么损失？你不能乱花钱，你不能跟异性去来往，你不能消失，你应该替我看着孩子。那你在做什么？钱就是你的情感筹码了。我对家里已经是有经济贡献的，所以都得听我的。不可能的，家之所以成为家，是先有爱的。你对这个女生还真的有爱吗？如果没有了就不要复。如果说现在孩子的面临因为养孩子经济压力，请你再多给一些，做好你的父亲的角色就可以了。谢谢老师。好，那请2位休息一下，也思考一下老师们说的。我们请这对小年轻来上场。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李21岁，来自天津，学生；小赵21岁，来自山东，学生。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是因为台球认识的，但也因为台球产生了很多矛盾。他总和一些男球友单独打球，那些男球友一看就对他不怀好意，他不仅不听我的，还责怪我不信任他。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双标，明明他自己和别的女生来往过密，一点边界感都没有，还反过头来倒打一耙。他到底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们现在一点信任感都没有，一点小事就能引发猜疑，这样的恋爱谈的真是太累了。哎呦呦，这是男生吃醋吃的很厉害啊！那吃的是飞醋还是真醋？咱好好讲一讲啊。我们本来相识就是在台球厅认识的，我们都跟各自朋友在打球嘛。我看他长得也有几分姿色，然后但是吧，他也表现得他特别有趣，然后我就邀请他一起玩一会儿。后面我们就慢慢的加上微信，然后他也可能是被我的一些姿色吸引了，是吗？也有姿色，是吗？太可爱了啊！但是刚开始吧，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幸福，特别甜蜜，我感觉就是他就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但后面慢慢的我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觉得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对我的信任也一点都没有。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单纯，他不仅长得挺好看的吧，他台球打的也是在同龄人中就是出类拔萃的哦，打的比很多男生都要好。所以就是导致不仅仅是我吧被他吸引了，那个台球厅几乎总去打的男生吧都会注意到他，然后其中有学生，也有一些那种社会的闲杂人等，也是被他吸引住了。他身边就有好几个这种异性球友，他总是背着我偷偷的去跟男球友打球。周6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那个食堂吃饭，他那个手机噔噔噔的来消息了，平常就是正常的就这么回了，结果这次就看了我一眼，然后自己去那边回了。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结果我们吃完饭回宿舍收拾一下，下午就准备出去约会了嘛。他突然给我发消息说我下午有事不去了，你是不是就跟那帮男的打台球去了？那个男同学人家第一次叫我，
如果第一次就拒绝人家，谁还愿意教我玩啊？我觉得在他心里，就打台球或者跟其他男生一起玩，就是那种新鲜感，看得比我都重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打台球这个事情本身，它女生就比较少，所以在我们学校里，就是我很少有一个这种球技相当的女球友，所以就会出现他提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会经常跟男球友一起玩。我感觉打台球嘛，我更希望有一种那种竞技的感觉。我觉得你男朋友说的没错，和不同的人较量，你会有新鲜感和这种竞技感吗？对吧？会有竞技感。他有一个大他10岁的异性球友啊，30多岁的老男人，还是个打击面太大，整天就不务正业，泡到台球厅。就之前我们两个还没认识的时候，我去台球厅打台球嘛，我就总能看到他们两个在台球厅一打就是一整天。我觉得他跟那个老光棍，他们两个就不该在一起打台球。哎呀，老师，那个哥哥吧，他就是平时对我就是也挺照顾的，我对他从来都没有什么就是别的想法。那他对你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他有时候会约我出去吃饭或者什么，我都拒绝了。但是我就说，我说你把他删了不行吗？他这么一直骚扰你。就上一次嘛，我那个家里有事，我回家了，就只剩他一个人在学校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别再和我讨厌的那个老男人打台球了。他说行行行，特别不耐烦。然后路上嘛，我就给他打视频。然后他拿那个手机扫了一圈，周围也没有人。结果等我同学下了课，也去那个台球厅，凑巧了，一进去就看见他和那个老男人有说有笑在打台球。老师当然是那个哥哥吧，我当时已经准备要走了，然后我看他来了，我们互相打个招呼，然后他就那个跟我发出邀请了嘛，他说咱们打几局啊。我就婉拒他了，我说那个我还回学校有事儿，他就说没事儿，咱就打上3局，哪怕也就15、20分钟的事儿。我心想，那人家这个再三的这个邀请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人家。结果碰巧他同学来了，就看见了，他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下午都在跟他打，他觉得我那个跟他打视频的时候欺骗他了。除了打台球，你觉得他不懂得拒绝异性的邀约啊？那其他这个生活当中呢，有类似的你吃醋的地方吗？有，太多了啊！行吧，你说说。就好比有一次嘛，我们两个正要去约会，他说他要同学聚会，然后就不跟我去约会了嘛。我当时问他有男的吗？他说没男的。我说没男的行，早点回来，少喝点酒。他说行，不喝酒。结果从那天下午跟我发了几句消息以后，到第二天5点才回我，就跟我说一句我睡觉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睡的。我们是一个宿舍出去聚餐了，但是喝点酒嘛，大家都这个比较高兴。他们说咱们一起去唱个 KTV 吧。一开始都是女性，然后这时候吧，我有2个舍友，他们有几个玩得好的异性朋友，但是这几个异性朋友我之前都不认识，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叫过来了。我也跟他说了，我给他发微信了，我说那个我同学又叫了4个男生，我们现在这6个女生还是这6个女生，我们去唱个 KTV。结果他给我打了1晚上电话，你咋不叫他呢？哎呦，我们一个宿舍都不带男朋友，我叫他也不是很合适吧。一个宿舍都不带男朋友，然后另外叫了4个男生过来，也不是都有对象。这姑娘有对象肯定不能这个姑娘就类似好多男生，她觉得我们一帮老爷们儿聚会是吧？一个女性都不带，我们就是纯爷们儿局。她跟那个爷们儿一样，我们这局里不带异性。那几个男生也不是我叫的嘛。还有一次就是周末了。我想跟她去欢乐谷玩，她说她要去兼职，她就不和我去了，她要和闺蜜去兼职。我想着兼职也是正事儿，那你去吧。结果我一出了校门，我看见她和一个男生并排走在超市门口，她化了特别漂亮的妆，然后打扮的也特别漂亮，平常跟我在一块儿从来没有那么漂亮过。我当时不是说去兼职去了吗？本来是约好跟我闺蜜一起去的，但是因为她临时有事嘛，她没去成，我就自己去呗。当时让他碰到的那个男生，相当于是我的一个小上级，人家正跟我安排下午的工作呢，他过来不由分说的直接开始指责我。什么上级知道你笑那么开心，打扮那么漂亮？正是因为上级，我才更应该笑一笑。你手都要牵上了，知道吗？我难道还拉了个脸？你说的这个根本就没有证据，人家拿个本子，人家上面记录着自己这个下午工作需求，人家跟我说你下午要去哪个点位呢？他过来跟我说我们2个都要贴在一起，要怎么着了？我当时穿着裙子什么的，那都是工作需求，因为我当时那个干的是礼仪嘛。哎，小赵，我问一下啊，你男朋友是不是那种就
满世界都是你，也没朋友围着你绕的，所以那不是老师，你完全误会了，他就是一个特别双标的人，天天说我这个错了那个错了。自己有一次我们俩看电影呢，也是来消息了，你看看，我问他是谁，支支吾吾不告诉我，我把手机直接抢过来了。抢过来之后我一看，那个女生啊，她给他发特别多那种可爱的表情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平常玩游戏嘛，然后我有一个游戏搭子，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人家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根本就没见过面。他当时就问我那把枪值多少钱，我就跟他说值多少钱，然后我说我在看电影，先不说了。有哪个男生就是有这种爱好吗？发那种特别可爱的表情包，说话还特别嗲，就是那种文字也是带着那种啊什么的那种，带着那种波浪线，有这种的吗？他就算是个女生又怎么了？我俩聊什么了吗？而且你自己有一个女性的游戏搭子，你觉得没有问题吗？关键是我这个游戏搭子就根本什么都不聊，就聊游戏。行，听懂了。还有啥吗？他的那些什么发小、高中同学什么的各种。出了事儿都要找他。我有一次我们两个吃漂亮饭呢，一个挺好的一个餐厅，他突然来了个电话，也没告诉我是谁，自己接电话去了。结果我等了他40分钟，我问他，我说你跟谁打电话呢？他事后跟我说是兼职老板的事儿。我不是怕你生气吗？那不是善意的谎言吗？什么善意的谎言啊？结果他是一个女同学跟他说她跟她男朋友分手的事情，跟他来倾诉来了。那是我高中同学。那我怎么挂人电话啊？人家当时情绪特别激动，就说自己活不了了，我立马挂人电话。人家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啊？还有什么双标的事儿吗？有前女友的事情，还有前女友，这有点过分了吧？当时我正收拾衣柜呢，发现了一个刺绣背心，上面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图案。我问他，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跟我说这前女友给我这个弄的。我说你前女友的衣服咱俩现在谈1年多了，你还留着，你想干什么？你是要跟他旧情复燃吗？不是，那就是这件衣服，那衣服好几百买了，你那么扔了多可惜啊，都没穿过几次。他不就是一件普通的衣服，他还留着前女友微信呢。我微信是忘删了，你说完之后我立马不就删了？那你呢？手机里留着你前男友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啊？那不是跟他的前女友一个意思吗？我就是忘删了呀，删了不就好了吗？别的你都删了，就留了你俩那张合照。你怎么那么多前女友都没删，偏偏留着那一个呢？你实话实说，这个男生越过界吗？有被我抓到过一次啊？啥事儿？之前吧，我们两个本来存好的钱，就是我们要买一个情侣项链的，本来是。我有一天我就是想拿那个钱，我看看存到多少了，结果他直接把那个钱借给他的一个女性朋友了。他说他们两个没什么，但我觉得他俩就是有什么呀。没有什么的话，为什么要把我们两个一起存的钱去借给这个女生呢？我觉得他太小气了。哎呀，你大方。那个女生其实是我发小，出去旅游租车嘛，他把车给碰了，他不敢跟父母说，他就挨个给我们这几个发小打电话。结果当时正好我们两个手里也存了点钱，我想就给人应个急嘛。跟你说了，你又要大发雷霆了。到现在那笔钱还没还回来呢，还会彼此信任吗？我是对他不是很信任了。有借钱这件事儿了，我也跟他认错了。我之后就把我的生活费全都给他保管。我们两个有一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他就总是跟我抱怨嘛，他说哎，这行李箱太小了，我想穿好多衣服拍好多照，当时我就记在心里了。但是我生活费当时就都给他了，我就省吃俭用的，然后再让我找家里要了一点钱，我就想给他换个新行李箱。结果他看见了，他第一件事不是惊喜，他说你哪来的钱买这个？你是不是藏钱了？你说我能不误会你吗？我每个月拿着他的生活费，每天就给他一点饭钱，你哪来的钱买这个行李箱啊？我就每天吃馒头吃泡面啊，我就想对你好，你不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吗？所以你看，没有信任了吗？他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不只是什么我藏钱啊，他还怀疑我跟她闺蜜。哎呦，就上次她过生日，我想给她办个就是隆重一点的 party 吧，然后我就加她闺蜜了，我就问她闺蜜，我说她喜欢什么呀？就喜欢什么品牌的包包啊、化妆品什么的。然后她说我跟她闺蜜每天聊，她就是每天在聊啊。我们两个在一起1年多了，连我喜欢什么都要去问我闺蜜吗？不是，我是问她闺蜜，是因为我俩在一起时间也不算长，所以我怕她喜欢什么，有的时候她不好意思和我说，所以我就问她闺蜜，她到底真正喜欢什么，我就问她详细一点嘛。你要给她准备礼物是吧？她每天800遍问候啊，
早安晚安的给我闺蜜发。不是，关键你求人你不得有求人的态度，你找人办事儿你不得有礼貌吗？就那一段期间我是早安晚安的，我办完 party 我就不那样了。男生你对你女朋友还有信任吗？我感觉没有了，也不太信任了。他就是不相信。有一回我在他的那个购物车里边看到他有一双特别喜欢的那个篮球鞋，也挺贵的，我得攒着钱才能给他买。我花重金给他在网上买了一双，回来之后我寻思我先藏起来别被他看见了，然后等到那个下周纪念日的时候我给他个惊喜。没想到他提前看到那个包装盒了，直接问我这个给谁买的呀？我当时想着别让这个惊喜落空了，然后我说我是帮朋友代购的。朋友什么朋友啊？那不就是你那个男闺蜜吗？当时老师你知道我看那双鞋我多高兴吗？我就以为是给我的，结果我一问他说是给别人的，你知道我那心里多大的落差吗？你还怪我跟你生气？我还不是为你好吗？我那个说帮闺蜜带的不也善意的谎言，想让你更高兴一点吗？他纪念日收到，而且那双鞋子是你喜欢的款式啊。惊喜变成了惊吓，那为什么不是我喜欢的颜色呀？我根本都跟他没法说了。所以你看，就是由于信任出了问题，所有的事儿都变成了问题哈。那你们俩来是说想让我们给你们开导开导，还是说不想在一起了？他不想跟我在一起了。我觉得他太双标了，而且他对我他都没信任了，他还跟我在一起干什么呀？所以呢？所以我不知道还应该怎么跟他继续，犹豫了。对，其实我也挺痛苦了，但是我舍不得他。你没想分手。哎，那这对缺乏信任的小情侣，这该何去何从？大家有什么建议啊？我感觉女孩子嘛，有点什么爱好挺好的，就是给自己的生活也添加了很多乐趣。这个小男孩就是你那个以前女友那件衣服，我感觉你早就应该给他丢掉了。就既然我都和你分手了，我留你一件衣服有什么意义啊？我觉得呢，我挺倾向男嘉宾的。我觉得一个女孩经常出没这个台球厅这个地点，我还是有点不认可。行，听听老师的观点啊。确实，信任如果缺席了，缘分就该散场了。你们之间有一些还真的彼此并不是误会重生，而是信任缺失，也不是醋意大发，而是信任危机。确实，在爱情世界里，我们谁都希望自己是对方心中的唯一，但是相互不信任，相互认为自己并不是他心中的唯一，这就出问题了。信任它不是盲目的，它是需要彼此尊重，也需要彼此的理解，还需要彼此的坦诚。男生的问题是，在不信任的前提下，更多的是不自信，因为自己就是通过台球结缘的，你就担心因为台球他也会和其他的异性结缘，这是不是不自信？信任并不是一方做出改变，双方都做出改变，双方都顾及对方的反应和对方的感受，一切的问题不是问题啊。我认为如果心中对对方还有爱，该冷的冷，该改的改，还是有希望的。于老师提到信任，但我想说，信任真的很难的。你们两个人都在用善意的谎言，对吧？但是其实善意的谎言会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之所以会说这个谎，是为了防止你来打扰我做这件事儿。还有一种善意的谎言，那就是我们经常会在电视剧的桥段里看到的那样，拿着电话给家人打电话，明明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却仍然忍着泪咬着牙对家人说，我没事儿，什么都不用担心，我过得特别好。这是出于不让对方担心自己、委屈自己而说出的言不由衷的话。很明显，你们两个人刚才所有用的这个善意的谎言，都是为了防止对方来打扰你做现在你要做的这件事儿。哪个是善意的呢？如果连这个概念你都分辨不清的话，你又怎么说在这段感情当中，你投注了所有的情感与关注呢？漫长的岁月其实就是不断累加信任的过程，但是信任就
真的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稍有不慎，信任就坍塌掉了。你现在两个人坍塌成这个样子，我觉得倒是好事，两个人站在废墟面前，要么重建，要么离开。另外，我觉得男生你有一点叫自我认同的缺失，动不动什么老男人，动不动这个男生那个男生，你这所有的语气当中表达出来的都是不安全，所以你的问题可能会更多一点。在这段感情当中，那些男生出现是让你的自尊心有一点挫败感，是让你对自己的认同是有一点点的不那么确信。那你不是应该成为更好的样子，再到他身边获得认同吗？你为什么天天比你优秀的人多了，天天受这种刺激，那你在哪儿成长啊？你们不觉得你们俩特别的像吗？为什么你们俩会格外的敏感对方和异性的接触？因为你们都知道，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己和异性相处的时候是得到了益处的。比如说，一个30多岁的大哥对我的倾慕，觉得小妹妹球打得不错，很可爱，这给你带来了一种其实是正向的回应。你会觉得我球打得好，有价值啊，我人性格好，被人喜爱。你是从一个异性身上得到了正面的价值感，你深知这种异性的青睐，你的愉悦，所以你会觉得你男朋友当有异性，比如说跟他借钱也好，倾诉自己的这个不幸也罢，他也体会到了这种愉悦。所以呀，你俩是一样的人啊，你们都对于和异性相处边界不清，而且在和其他异性的交往上是获得了愉悦感的，这还谈什么恋爱呀？什么叫恋爱？爱情是忠诚的，就是我从异性身上获得的异性之间的愉悦，只能从这个男人或者这个女人身上获得，这才叫爱情。如果你的愉悦是分散的，那你只适合单身。所以我认为你俩的终极原因是彼此不够爱对方，你俩都双标，自己可以，别人不行，这是你们痛苦的来源。大学期间，我觉得是最真挚、最热烈、最美好的时候，应该体验一把炙热的、彼此关注度高、一同进步、共同滋养这样的爱情，而不是你们各玩各的，回头再怀疑对方、再不信任对方，我觉得没意思。咱们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你们就愉快多了，别天天想着打台球啊、玩游戏了啊，回归一下生活的正轨，爱情可能就更有营养了。你们两个的相处过程中一直没有达成一个关于边界感的共识，往好听了说，可能是两个人都还小，没有建立清晰的边界意识。如果你们接下来还想继续去走啊，一定要磨出一个关于边界感的共识。而且我还从你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对彼此的关心和在意啊，可能有些时候用的是指责的方式，有些时候用的是调侃的方式。其实我能看到女生调侃背后其实心里的那个心酸，心里的不舒服，也能看出男生那个指责背后我对你的担心，其实都有。希望你们两个人既然心里有彼此，就继续去磨合一下，早日建立好关于边界感的那个共识。这个共识也是信任的地基。异性朋友多呀，不是问题，尤其是在你们现在这个年龄，很年轻，很多的圈子要去体验，挺好的。但是我们看一个现象哈，关系特别稳定，真正很爱的情侣或者夫妻，你会发现随着他们的发展，他们身边的异性朋友会怎么样？越来越少。这并不是某一方说你必须不能和异性朋友来往，你不能有太多的异性朋友，而他们慢慢自愿的就把那些圈子呀给遗忘了，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事情和太多自己双方互动的那些感情精力要去投入，他们没有那个精力去交那么多的异性朋友了。我再次说，你们现在有异性朋友很正常，但恰恰这个异性朋友多，反映了你们现在对你们的这个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一，你们现在很矛盾，对于你们俩相处，你们既想深度的链接，比如说把钱放在一起，我管你钱，但又怕失去自我，所以你们每个人都保留了大量的外部的社交，作为一个心理的缓冲带。第二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你们对你们现在这个关系不确定，没有安全感，所以怎么样？一旦我和他恋爱失败了，我还有大量的我那些朋友呢，我自我还在呢，所以留了点退路。但就反映你们现在关系其实不稳定的。我在说什么是信任啊？爱情中的信任不是在确定的时候给的，
你在我身边啊，所以你没跟那个人在一起，不是这个，而是在不确定的时候，我依然选择相信。你看你们俩有吗？你们俩之间对待对方异性朋友多的这件事情上做了很多错误的方式，比如谎言呀，比如隐瞒呀，但实则发生了什么？这并不说明不专一，只是这段关系你们是有问题的，是需要你们通过时间，通过你们互相的了解，笃定他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走向未来，是那个人吗？你们自己去判断。谢谢老师。带着老师的建议啊，我们请两组嘉宾回到我们的门后，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会是怎样。来，请回。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对夫妻哦，前夫妻啊，对，他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有可能复合吗？我认为这个前夫前妻，您看是分着手进去的，一定会牵着手出来。哎呦，您这么乐观呀！不会出来，当然我会出来。我也觉得，哎，咱俩从头观点都一样，就不出来。我认为两个人其实都是嘴很硬。那倒是啊，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啊。来，请开门。啊，真没了。完了。哎呦，再想一想吧。可惜了。当然，今天不是最后的结果啊，也希望他们这对前夫妻能够经过思考和沉淀以后，如果将来能走到一起，我们还是要送上我们最真挚的祝福的哈。好，我们看一下这组小情侣，他们是否会出来呢？这应该出来了。哦，应该是啊，年轻嘛，来，年轻嘛，听懂了呗。看看他们的选择，看看，请开门。也没有。哎，对呀，你看这就出来了。听懂了呀？真听懂了。于老师说你们听懂了才出来的，听懂啥了？听懂了，两个人之间就应该懂得相互包容，然后要和异性有点边界感，哎，还有最关键的彼此信任。希望继续努力啊！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啦，亮灯吧，女生都不好意思了哈。希望你们都开开心心的一起成长啊！谢谢你们来到节目，再见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